周五，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一批中国公司列入禁止投资清单，但就在同一天，又批准了一项有关中国产品的豁免令，也就是允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恢复 F-35隐形战机的交付。此前，它因为使用了中国制造的合金而被勒令暂停交付。一边豁免，一边又忙着禁止，美国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五角大楼强推美国军工产品的去中国化，为何难以实现？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拉普兰特在周六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尽管存在被禁止的合金，但他还是签署了豁免书，允许恢复飞机的交付。拉普兰特还强调，接受这些飞机对国家安全利益是必要的。这项新豁免令涵盖126架含有不符合规定的特殊材料的 F-35战机，适用于9架第13批次和117架第14批次正在生产或等待交付的 F-35飞机。第14批次，也就是最后一批次的飞机，预计将于明年10月31日交付。F-35的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当天也发表声明称，该部件供应商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已经找到了这种合金的替代品，将从11月开始用于未来飞机的生产。9月7日，美国国防部决定暂停交付新型 F-35战机，原因是制造商发现引擎内有未经授权使用的中国材料制成的磁铁部件。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涉事的合金部件位于涡轮引擎，制造商是在8月的调查中发现它不符合美国采购法例，并主动通报。F-35隐形战斗机由美国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生产，涡轮发动机来自美国霍尼韦尔国际公司，含有中国制合金的部件是由霍尼韦尔公司提供的一块磁铁，自2003年以来一直被安装在 F-35飞机中。F-35联合项目办公室当时承认，迄今为止所交付的超过825架 F-35战机中，全部包含中国产零部件。但该办公室和洛马公司都坚称，这种合金没有让任何其他国家获得敏感信息，不存在安全问题。根据美国法律和五角大楼采购规定，在国防联邦购置条规下，美国严禁使用中国、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生产的特制金属或合金。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啊，私下的一个博弈问题。首先呢，现在美国有提出政治上他提出这么一个跟中国完全脱钩的这么一个说法，然后呢，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政客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利益集团的人也好，他就会盯着这个事儿。实际上 ，F-35涉及的中国产合金部件是一种稀土产品，广泛用于永磁体的制造。中国是这种产品的最大供应国。为什么霍尼韦尔公司没有发现这种被禁的合金并及时上报呢？回溯此事情曝光过程，不难发现，最初爆料的是美国磁铁供应商，称他们使用了中国制造的稀土合金。随后，霍尼韦尔从他们的一个下级润滑油泵供应商处得到通知，其使用的山谷磁铁材料来自中国，但在美国磁化。霍尼韦尔随后向 F-35战机的总承包商洛马公司汇报，洛马公司再上报至五角大楼。为什么这个流程如此复杂？这是因为美军装备采购采用的是层层转包的方式，比如主要制造商在承包这个项目之后，将战斗机所用的零件、发动机、外壳、涡轮机等全部分包给各个公司，然后各个公司又将自己制造这个零部件所需要的各种器材外包出去。就拿 F-35战斗机来说，是由1700家供应商生产的大约30万个零件组成的。而实际上，据路透社报道称，当前 F-35战机上还有其他原产于中国的稀土合金磁铁，这些磁铁当时已获得时任国防部官员的豁免。美国国防部2014年多次允许使用中国制造的组件，以保证受成本超支困扰的计划能如期进行。供应商诺斯罗普格鲁曼和霍尼韦尔都被允许在飞机的雷达系统和起落架上使用中国制造的磁铁。而这次，美国国防部再次就稀土合金问题向国防承包商挑刺，实属自找麻烦。因为中国是全球稀土合金产业最有竞争力的制造国。此前有美国机构测算，一架 F-35至少要消耗400公斤稀土、600公斤钛和300公斤锑。美军其他现役尖端武器的生产同样对各类稀有金属有极大的需求。一个小小的合金磁铁为何引得美国政府过分谨慎？有分析认为，这次被发现使用的鼓山合金是中国加工成部件之后送到美国进行磁化，属于半成品加工。
而之前中国提供的是原材料，后续加工都是由美方完成。这次 F35中被发现的中国制造技术比例更高，而现代武器制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特别是按照美国防工业一层层的分包制度和全球采购模式，很难明确每一个环节。因此，五角大楼制定了一项名为“供应链照明灯”的计划，就是利用人工智能和开放源码的工具，实时追踪原材料来源，以明确军工产品的零部件、原材料是否来自中国或其他潜在对手。美国国防部官员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供应的原材料和微电子元件可能带来所谓漏洞。尽管美国国防部费尽心思搞去中国化，但令其始料未及的是，1月24日，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发生降落事故，一架 F35C 舰载机确认坠入南海。事故发生后，美国海军立即开始着手打捞回收，而承担此次打捞重任的毕加索号打捞船来自新加坡超深度解决方案公司，由中国招商局重工深圳有限公司接单制造。五角大楼强推去中国化，还会导致其他后果。美国突发防务网站曾刊文称，根据现有趋势 ，F35的采购价格无法下降到最初设定的8000万美元单价目标。洛马公司航空业务负责人格雷格·沃尔默表示，想要降低 F35的采购单价，需要深入调查材料清单。而五角大楼强行要求 F35不得采用中国制造，显然与降低成本的目标是南辕北辙。它的军工生产一直要求本土化程度非常之高，而且它不仅仅是这种高端的东西，它的这个一些比较低端的东西，比如说像纺织品啊、这个军服啊、这个鞋呀、袜子啊，它也是要求必须是在美国本土生产的。现在有一些这个次级生产，比如说这个你要是造衣服的话，你的衣服是在美国做的，但是你可能这个拉锁是不是在其他国家做的？那么他就认为说，那么如果给我足够多的时间，是吧？这个我再找到一个其他的地方啊，可能就可以低成本的去解决这个产业转移。出于现实考量，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布报告，美国的商机以及中国就是商机，呼吁美政策制定者转变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正确看待中国，并加强美中经贸合作。中国外交部周六也表示，仅今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就同比增长了26.1%。事实证明，中美两国的人民愿意互相合作，共同促进两国经贸的发展。美国政府应该多倾听来自美国商业等多个领域的理性声音，而不是继续抱有这种霸权主义的思想，利用该国政府的特权采取恶意竞争，对中国企业等进行非法打压。美国需要放弃地缘政治的冷战思维，共同推进中美贸易回暖，致力于两国互利共赢。下一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国防部上月暂停 F35战机交付，说是含有中国制造的合金部件，但现在又全部豁免了，这是为什么呢？梅西你好，为了一块磁铁，美国呢故意制造中美冲突，真可谓是小题大做。上个月呢，美国五角大楼扣下了18架 F35战斗机，说呢是其中的部件不符合国防法规。那是什么部件呢？就是一块磁铁，是从中国采购而来的。那么从2003年以来呢，一直用于 F35战斗机上。那查来查去呢，发现呀，这块磁铁没有技术缺陷，也不影响这个 F35战机的安全。于是呢，现在豁免了。不仅是呢18架战机，还包括呢即将交付的126架战机。这一场故弄玄虚的国安风波呢，总算是过去了。五角大楼为什么过度敏感呢？背后是美国的摆脱对华稀土依赖。而那块磁铁呢，正好是一种这个稀土磁铁。有数据显示呀，美国80%的稀土都是从中国进口。但是呢，这事还没有完的。美国国防部的豁免令呢，到10月31日。此后制造 F35战机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呢，还需要寻找别的分销商，从其他的国家呢寻找这种稀土磁铁，或许呢会耽搁交付进展。美国呀自找麻烦，那就任由他们折腾去吧。中国呢是很大度，外交部回应说，中国呢一直秉持开放、协同、共享的方针，愿意以稀土资源和产品满足世界各国发展的正当需要。这等于说呢，美国呢要是找不到那种稀土磁铁，
中方呢仍然会提供。那我们呢就看美国呢能不能找到替代部件了。人为的将某一供应链这个切除或者是排除出去呢，其实是行不通的。美国发布禁令，不许使用美国制造工具加工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国外芯片制造企业会服从美国的长臂管辖吗？这是一个好问题。这呢和我们刚说的稀土磁铁呢是同样的话题。美国呢就是试图垄断或者是打破某些产品的供应链，来扰乱市场秩序和世界经济。但问题是，美国能做到吗？我看呢那是一个白日梦。我刚看到报道讲的是韩国的三星公司和 SK 海力士公司呢，都是芯片制造商，都向中国出口这个芯片。报道说这两家公司表示，虽然呢美国实施了最新的出口管制，但仍然会与有关方面持续的磋商，努力在中国实现业务的顺利运营。前段时间呢，美国提出所谓的芯片四方联盟，目的呢是美国要霸占芯片的销路。那么除美国之外呢，其他三方并不是积极的响应。尤其是韩国企业，他们认为呢，不能丢了中国大市场，也不能够接受人为搅乱供应链。那么上个月呢，针对美国不许在这个中国制造14纳米以下芯片的禁令，韩国呢已经和美方在交涉，已经得到了美国的豁免。这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韩国半导体出口赚的钱越多，那么韩国企业呢就会花更多的钱从美国进口生产设备。而中国市场的需求呢，又会促使韩国和别的这个芯片制造企业呢投资扩产。所以我估计这个美国呢针对中国的芯片禁令是行不通的，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所秉持的开放、协同、共享的方针呢，才是大道之行。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冰层融化加速，北极的经济和战略价值双双凸显。美国政府周五就发布了第2份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列出了所谓4大支柱，同时渲染北极地区的大国博弈。外界注意到，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北极的军事化动作频频。分析人士担心，美国的新战略将带给北极地区的恐怕更多是动荡、竞争与分裂。周五，美国公布了新版北极国家战略，列出未来10年在北极地区的重要议程。根据白宫的说法，美国的北极战略围绕4大支柱建立，即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国际合作与治理。其中，安全排在首位。美国计划加强在北极地区的所谓利益防御能力，以遏制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威胁，降低意外升级的风险。白宫声称，与9年前奥巴马政府时期发布首份北极国家战略时的大背景不同，此次更新北极国家战略，主要是因为北极地区的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由于阿拉斯加州北接北冰洋，美国被认为是北极国家。在新版北极战略中，美方宣称要寻求一个和平、稳定、繁荣与合作的北极地区。但分析人士担心，美国大肆鼓吹大国竞争，因此新战略的本身就意味着竞争和对抗思维作祟。外界注意到，早在8月份，美国就借用北约就北极问题发声。当时，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妄称，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不符合北约国家利益，北约将加强在该地区存在。俄方当时表示反对，指出斯图尔滕贝格的言论是北约要在北极扩大部署的表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当时也指出，这暴露了北约输出冷战思维、复制阵营对抗的企图。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北极环保、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积极与各方开展北极国际合作，推动北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北极总面积约2100万平方公里，其中约400万平方公里终年被冰雪覆盖。虽然自然气候恶劣，但北冰洋有联系亚、欧、北美3大洲的最短大圆航线，因此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冰洋航道价值逐渐浮现。一旦北冰洋航道贯通，将使亚、欧和美洲之间的航线缩短6000至8000公里，世界贸易平衡也将被打破。实际上，中国也是近北极国家。2013年，中国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国。
2017年7月，中俄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并就开展北方海航道合作、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达成政治共识。中俄两国在北极地区成功落实的亚马尔开发项目，在当地就创造了上万就业岗位。中国涉及的北极事务主要集中在科学考察、环境保护、能源和资源开发、航道开发利用等合作性和非排他性领域。2012年，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就完成了中国船只在北极航道的首航。随着北冰洋海冰面积的逐渐缩小，北极航道对通行船只的破冰能力要求越来越低，技术和造价已不存在难题。有中国船务公司报告指出，可在渤海湾通行的船只都可以利用夏季通过北极东北航道。2019年，中国商船首次通过北极航道运输石油，航程缩短10天。然而，中国参与北极事务以及中俄在北极地区的合作，一直受到美西方的过度猜测解读。美国在这一点上也是延续了它近年来逐渐加强的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这么一种考量。美国试图将中国与俄罗斯渲染为、捏造为这样一种北极的这种破坏者，然后以此强化自己在北极的战略优势。这也都是与它当前整个的对外政策形成了一种契合和联动。观察认为，北极有可能成为造福人类的宝库，对塑造全球治理新模式起到示范性作用，也有可能成为新的冲突点。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根本原因在于，在气候变化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快速变化的大背景下，北极蕴藏的各类资源能源价值大，保护和开发所面临的风险高，行为主体的竞合领域广，对现有北极治理架构提出了挑战。全球有8个国家的领土位于北极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和冰岛。这8国组成了北极理事会。然而，随着北极经济和战略价值越发凸显，北极国家企图垄断北极治理的情况越发受到全球其他国家的不满。因此，北极理事会又吸纳了中国、印度等国家为观察员国。而在北极8国中，又明显分为北约和非北约两派，其中非北约一派只有俄罗斯一国。在今年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在北极理事会中也遭到抵制，美国则趁机鼓动北约国家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形成北约对俄罗斯7:1的这么样一种阵营划分，将会极大的加剧北极圈内的这种安全的对抗，加剧北极圈内的军事张力，放大北极圈内的军事风险。从国际层面而言，美国拉北约加入北极地缘政治竞争，其在北约国家内部能否形成铁板一块，也十分存疑。美国政府自己从冷战时期至今一直在意北极的军事安全利益，包括在阿拉斯加部署于2.2万名现役军人，并在格陵兰岛设有基地，这是美国最北的军事基地，可监测来自俄罗斯的导弹袭击。2019年，特朗普还提出想购买这个位于北冰洋和大西洋之间的丹麦海外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但是在美国全球战略版图中，北极此前也从未处于核心位置。近年来，美国对北极投入越来越大的关注，还成为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优先事项。据美媒报道，2020年以来，美国空军、陆军、海军、海岸警卫队等均发布了北极战略，鼓吹加强北极地区军事基地建设。去年，美国陆军再次更新北极战略时强调，美国要加强在阿拉斯加州的军力部署，包括驻阿拉斯加美军将从夏季训练转向冬季驻训，并将这支美军改造为多功能部队，涉及情报、太空和电子战系统等方面。北极对于美国而言其实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首先它是美国和俄罗斯重要的间接边界，从北冰洋以及白令海这个方向都能看出美国和俄罗斯是隔海相望。那么随着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恶化，实际上美国也日益加剧了它对来自北极方向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这么一种焦虑。外交上，美国也在加紧动作。8月，美国宣布将任命首位北极大使，负责推动美国在北极地区的政策，并加强外交力度。从成立北极战略与全球复原力办公室，宣布任命首位无任所北极大使，再到最新发布的又一版北极国家战略，拜登政府日益深入北极并主动塑造北极政策，无疑背后有绝对的驱动力。
随着北冰洋逐渐的升温，当前北极的航道价值，它的一些矿采原材料的价值也日益上升，也引发了全球国际社会对其关注的增加。美国也是正基于此看到了这一点，也是希望通过加大自身在北极的存在，来遏制域外国家的参与，来借此形成自己对于北极地区的这么一种优势地位，一种领先的地位。在9月初从哈尔科夫撤退，其后又从利曼撤退后，俄军近期战况不理想，这也引发俄罗斯国内对特别军事行动指挥官的不满。俄国防部周6宣布，由苏洛维金大将担任俄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观察指出，在当前乌军反攻来势汹汹的情况下，苏洛维金被任命为在乌特别行动最高将领，任重道远。苏洛维金是俄军中为数不多拥有实战经验的少壮派高级将领之一。此外，他拥有跨界任职的经验，是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出任空天军司令的陆军上将。这使得苏洛维金具有陆空综合指挥能力，对于展开空地联合作战十分有利。也没有掌握乌克兰这个整个战线、整个战区的这个制空权，这也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失误。所以苏洛维金将军上任以后，我觉得他首先是要解决这3个协调的问题。战线的协调、军种的协调，还有空地的协调。外界注意到，近期俄军高层撤换频繁，苏洛维金是俄军1周之内委任的第3名高级军官。此前，在俄军的5个军区中，有2个军区的指挥官被撤换，还有1名被撤换的是负责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后勤和征兵主管——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陆军上将德米特里·波尔加科夫。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已有至少8名俄军事将领被免职或重新分配。报道还披露，包括俄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内的高层也接连受到批评。报道认为，此举反映出俄国内对于战时问责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俄罗斯国防部周6宣布，现任空天军司令谢尔盖·苏洛维金大将将出任俄军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这也是俄军近期一系列人事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您是如何来看待俄军再次临阵换帅？中国有句古话：“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这句话描述的其实是战前临时撤换高级军事将领将对军心产生动摇，因此兵书里往往不推荐主公这么干。但这句话没能描述的另一种情况却是，战事久拖不决，以致军心动摇。那么阵前换帅往往能起到提振士气、扭转局面的效果。苏洛维金大将的披挂上阵，无疑是具有标志性的。据说，普京是在70岁生日那天拨通了苏洛维金的电话，亲自告知了这则人事任命。这项任命一经公布，在俄军内获得了广泛支持，与之相应成趣的是西方媒体的一片口诛笔伐。美国《华盛顿邮报》周6发布了一篇题为《克里姆林宫将战争失败归咎于军事指挥官》的文章。2位俄裔撰稿人在这篇文章里急于论述，俄军已经事实上战败，一系列换将举措只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的遮羞布。西方媒体不愿承认的一点是，俄军在东乌的表现其实完全符合军事逻辑。那么现年55岁的苏洛维金大将成色如何呢？此前在俄乌冲突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在他的指挥下，俄军南方集团军群从克里米亚半岛北上，西取赫尔松，东讨梅里托波尔、贝尔江斯克，与顿涅茨克方面军会师马里乌波尔，彻底打通了亚速海走廊。可以说，这也是俄军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中进展最快、战果最好的一路。现在，作为普京格外器重的年轻大将，苏洛维金从德沃尔尼科夫手中接过了指挥棒。我想，亲历俄乌冲突战局演变的他，一定明白当下最关键的任务，无疑就是守住战线，熬过这个冬天。好的，也谢谢吴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据韩媒报道，朝鲜周日凌晨朝向东部海域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近期在12天内7次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释放何种信号？韩国表示要大幅增强韩美延伸威慑力，是否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韩国总统尹锡悦希望对朝政策路线图大胆构想早日得到落实落地，这是否现实？来看看报道。
韩联社在报道中指出，这是朝方在美国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参加的美日韩联合军演结束后发起的挑衅。他这次射吧，我觉得是象征性的，因为他没有能力总试射那么远的这样的一些导弹吧，可能还是为了抗议这个美韩的这样一个军演，一个姿态性的。我说它是比较短程的这样一个，那也是在警告，还是在警告美韩是吧？包括日本，他们三方的这样一个联合军演的情况。日本副防卫大臣井野俊郎表示，2枚导弹都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的地方。自朝方射弹后，韩国外交部韩半岛交涉本部长金健当天上午分别同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日本外务省亚大局局长船越健裕通电话。美日韩敦促朝鲜停止加剧韩半岛和区域紧张局势的射弹行为。韩国总统尹锡悦发表声明，韩方将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关系以及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以应对朝鲜核岛威胁，并将大幅增强韩美延伸威慑力。他还表示，希望对朝政策路线图大胆构想早日得到落实落地。所谓大胆构想，指的是尹锡悦政府希望朝鲜在他国的监督下放弃拥有核武器，实现无核化。韩国对朝鲜根据无核进程进行不同程度的经济援助。我们希望半岛各方坚持半岛问题政治解决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均衡解决彼此关切。美方应言行一致，将对朝没有敌意的表态落到行动上，为重启有意义的对话创造条件。韩国总统尹锡悦5月就任后，重启多项大型美韩联合军演，朝方则以导弹试射进行回应，半岛局势呈螺旋上升态势。近期激化局势的是9月底，美军派出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赴朝鲜半岛水域举行美韩以及美日韩联合军演。这是时隔5年，美方航母再次进入朝鲜附近水域。上周初，原本已经结束演习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已经驶离半岛水域，但周二又宣布因为朝方射弹而立即掉头返航，并随即重新组织了美日韩和美韩2场反导演习。美国《星条旗报》称，里根号在短时间内掉头，并被重新部署到朝鲜半岛东海岸，这是极不寻常的一幕。